上一集我哋分析咗美國人口嘅變化趨勢咧，使到民主黨有可能變成萬年在野黨嘅。但係共和黨係咪真係可以安枕無憂呢？首先而家講個答案咧，就係唔係嘅。歡迎嚟到不左不右。今日咧，我哋就嚟分析一下共和黨所面臨嘅不利嘅客觀因素啦。首先咧，我上一集咧就講晒民主黨嘅不利因素。咁既然我係不左不右，咁我都要嚟講一講民主黨嘅有利因素啦。確實，美國嘅人口變化咧對民主黨係非常之不利嘅，而且咧喺2030年之前咧冇乜可能有大嘅改變啦。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翻去睇一睇。但係有一點咧係共和黨咧係唔可以忽略嘅，就係話咧呢個人口變化嘅趨勢咧係咪可以持續落去？無論你點樣講都好啦，可以預見嘅未來嚟睇咧，美國嘅最大經濟引擎咧依然係紐約為首嘅東海岸同埋加州為首嘅西海岸，因為咧華爾街咧依然喺曼哈頓，荷里活咧依然喺洛杉磯。冇錯，高企嘅生活成本同埋有啲唔受歡迎嘅政策咧，確實咧會令好多人咧搬走，並且咧就遷移到其他州，例如講話德州、佛州、佐治亞州。咁呢啲州嘅生活成本咧，可能係加州同紐約州嘅60%，但係呢個生活成本咧，肯定係會有變化嘅，因為人口越多，經濟越發達咧，你嘅生活成本咧就必然會提高嘅。所以咧，等到呢啲紅州嘅生活成本咧上升到加州同紐約嘅80%、90%，咁就未必有咁多人咧就選擇搬過去啦。當然啦，呢啲州嘅生活成本係咪真係會上升到咁多咧，係未知之數。但係咧，呢個可能性係唔可以排除嘅。第一點就係咧，雖然話人口變化嘅趨勢咧對共和黨係有利嘅，但係冇人可以保證話咧呢個趨勢咧係唔會變化嘅。其次咧，共和黨嘅選民結構咧，雖然咧已經比之前奧巴馬在政嘅時候咧有所改善，但係咧同民主黨相比咧，依然係唔夠健康嘅。咁啊，皮尤研究中心喺2024年大選之後咧，就做咗一系列嘅深入嘅研究報告啦。咁咧佢就指出咧，呢一次選舉入邊咧，只有45%嘅50歲以下選民咧就投俾咗川普，但係如果你嘅年紀變成50歲以上咧，就係54%啦。所以咧，共和黨嘅選民咧平均年齡咧大概係50到55歲。咁而一個客觀嘅規律就係咧，年紀越少嘅話咧，咁你支持民主黨嘅比例咧就係越大嘅。講一句唔好聽嘅啦，年紀大嘅選民咧係咪可以捱到咧下一次選舉嘅可能性咧？肯定係比後生嘅人咧要少嘅。咁我哋之前亦都睇到啦，2020年嘅選舉咧，川普失利咧，同疫情導致嘅大量老年人咧過咗身咧係有關係嘅。咁而同呢個另外有關聯嘅就係咧，受過高等教育嘅選民咧，僅僅係有41%咧係支持共和黨嘅，而碩士同博士咧呢啲嘅比例咧更加係低到只有33%。更加恐怖嘅就係咧，呢個比例咧已經係比2016年川普第一次選舉嘅時候要高啦。咁呢一點咧係可以預料得到嘅，因為咧年輕一代嘅受教育程度咧要比上一輩要高啦，並且咧係繼續不斷咁提高嘅。咁咧有數據顯示咧，喺1980年代咧，碩士咧已經係非常之高學歷啦。咁啊碩士同博士咧佔人口嘅比例咧只有5%，但係到咗2019年咧呢個比例咧已經係13%，2024年咧就估計到15%啦。所以咧，如果共和黨咧冇辦法繼續擴大喺受教育程度高嘅人群入邊嘅支持度嘅話咧，咁咧再加上咧選民人口嘅老齡化咧，情況咧亦都係非常之不妙嘅。咁啊，另外一點就係咧，如果我哋對比24年嘅選舉同16年嘅選舉咧，女性特別係受過高等教育嘅女性咧，係少數幾個咧對共和黨嘅支持率咧係冇提高，甚至係下降嘅族群嘅。咁我哋都知道咧，J.D. Vance 咧喺2021年咧，佢就喺度諷刺無孩愛貓女 Childless Cat Lady 咧對國家咧係冇幫助嘅。咁呢段採訪咧喺24年選舉之前咧就俾人挖出嚟，咁啊當然咧就使到一啲女性選民咧就激嬲晒。但係就算佢呢句話唔講咧，女性對共和黨嘅支持率咧依然唔會高幾多嘅。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咧呢啲後生嘅受過高等教育嘅女性選民咧對文化議題咧睇嘅比重係非常之大嘅。例如講咧話 DEI
LGBTQ、非法移民嘅待遇等等嘅。咁而呢一點咧就係天然嘅，而家川普帶領嘅共和黨咧所極力反對嘅。所以咧，除非呢啲人嘅整體態度咧係有個180度嘅大轉彎，否則嘅話咧，對共和黨嚟講咧，呢個問題咧喺最近幾年咧亦都係無解嘅。咁而第三個咧，亦真係共和黨最大嘅問題。咁咧，我可以用幾個例子咧，同大家説明一下。首先喺今年嘅8月29日，愛荷華州嘅州參議員嘅特別選舉入邊咧，咁啊民主黨嘅候選人咧就係獲勝嘅，咁咧就使到共和黨咧喺呢個州嘅參議院嘅絕對優勢咧就係冇咗嘅。咁你要值得注意嘅就係咧，呢個地區咧，川普係贏咗10%，但係咧佢翻轉咗，就係反而贏咗11%。所以咧呢個選區咧喺唔夠10個月嘅時間咧，向民主黨嘅方面咧就傾斜咗21%啦。第二個例子，翻到24年選舉，川普咧就贏低咗所有搖擺州，但係喺5個搖擺州入邊舉行嘅參議院選舉入邊咧，民主黨咧依然係攞多4個搖擺州嘅參議員嘅選舉嘅，而共和黨咧亦都係只係攞低咗賓州一個嘅。咁而眾議院方面咧，喺川普獲勝嘅選區，但係咧民主黨候選人贏嘅席位咧更加係超過10個嘅。第三個例子，翻到22年嘅中期選舉。咁嗰陣時咧係拜登通貨膨脹嘅巔峰啦，咁 CPI 咧達到9.1%，咁當時咧共和黨係俾人廣泛睇好咧會帶嚟紅潮嘅，但係咧結果咧就令人大跌眼鏡嘅，共和黨咧喺眾議院咧就係翻轉咗9個席位啫，而且咧仲輸多咗1個參議院嘅席位。再之前嘅18年咧就更加唔使講啦，喺川普上一任總統嘅期中選舉咧，佢就直接輸咗42個眾議院同埋2個參議院嘅席位啦，所以從呢3個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啦，無論川普係在任定係在野，無論川普係直接喺選票上面定係只係喺場外支持咧，99% 嘅共和黨候選人咧都冇辦法同川普咧比支持度，亦即係話咧佢哋獲得嘅票數咧都會比川普要差嘅。咁講明乜嘢咧？就係講明咧共和黨嘅所謂低頻選民實在係太多啦。咁呢啲低頻選民咧，佢哋只係對總統選舉咧就感興趣嘅，所以咧共和黨咧就會喺呢啲特別選舉入邊咧就經常表現好差啦。咁呢個愛荷華州嘅參議院選舉咧只係其中一樣啦，而且呢啲選民咧對中期選舉咧亦都係馬馬虎虎嘅啫，可能咧會多一啲人去投票，但係大部分咧依然係唔會投票嘅。咁而民主黨嗰邊咧就係完全相反嘅，因為佢哋熱衷投票嘅人咧就更加多啦，所以咧喺整體投票率越低嘅情況下咧，就譬如我哋之前講到嘅特別選舉同埋中期選舉咧，民主黨嘅表現咧就越好嘅。甚至就算係總統選舉，有啲人咧佢哋就係會勾川普個名，佢哋連參議院、眾議院、州長嘅名咧，就算喺佢同一張選票上面咧，都會乾脆咧就完全空晒嘅。咁我哋講咁耐咧，其實大家應該都睇到結論啦。共和黨選民結構同埋低頻選民嘅問題咧，其實講到明咧，都係因為川普而起嘅。再同側面嚟睇一睇，我呢個不左不右嘅 channel 咧，到而家咧做咗46集長片，大家估一估我嘅標題入邊咧，如果唔計呢啲 tag 嘅話咧，有幾多集咧係有川普個名咧？43集。咁你再估下有幾多集咧係有共和黨嘅名咧？0集。所以咧，民主黨嘅批評咧，其實係有道理嘅。共和黨咧，而家就係川普黨啦。川普嘅 MAGA 派咧，基本上咧就完全取代咗共和黨內部嘅傳統建制派啦。所以咧，反川普嘅人物咧，基本上喺共和黨咧都冇定期啦。咁而呢幾次選舉亦都證明咧，支持 MAGA 同埋川普嘅人咧，真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呢啲人咧，非川普唔投，佢哋咧就係認定咗，就係得川普咧可以同佢哋發聲。其他人咧都係唔可以嘅，但係咧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咁啊好多人咧就天然咁樣對 MAGA 係反感嘅。咁譬如講話大量嘅女性同埋高學歷嘅人群啦，因為 MAGA 咧本身就係同呢啲人嘅利益咧係有衝突嘅，而且咧而家 MAGA 派咧就趕走咗係所有反對嘅派系，咁咧肯定就有一啲人咧就會轉投民主黨啦。咁呢啲咧就係永久性嘅損失。永久性損失嘅呢啲選民嘅數量咧，肯定咧就會隨住川普更加嚴格嘅移民政策、更加劇烈嘅反對文化嘅議程、更加集中嘅聯邦政府權力咧
而係越嚟越多嘅。咁而更大嘅危機咧，就係出現喺川普2028年退休之後啦。無論係支持定係反對川普，你都唔可以否認咧，川普咧係政治上嘅傳奇。從來咧冇人可以好似佢咁樣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喺一個成熟嘅民主社會咧就獲得咁多嘅支持者。並且咧佢係將 MAGA 咧從一句口號變成一座真正嘅主義。所以無論係 J.D. Vance、盧比奧定係乜人，究竟佢呢啲繼承者係咪可以留住而家呢啲 MAGA 嘅支持者呢？留低嘅比例咧會係幾多呢？咁呢啲真係未知之數啦。所以未來民主黨咧確實咧會面臨人口變化嘅巨大挑戰，但係咧共和黨咧喺後川普時代咧，佢要留住 MAGA 嘅核心支持者咧，同樣咧會係一個巨大嘅挑戰嘅。所以未來嘅選舉咧依然係變幻莫測，鹿死誰手咧仍未可知㗎。咁而不左不右咧就一定會繼續追蹤下去啦。咁咧希望大家會關注我咧，我會盡量咧俾觀眾咧帶嚟更加客觀同埋更有深度嘅分析。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